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魔法手册，我是疗师月月。在这里呢，我们会一起了解地球的游戏规则，然后升级你的意识，你就可以成为玩家跟 NPC。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叫做频率跟维度还有意识之间的整合。有听我之前 podcast 的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之前有讲了很多有关于维度啊，3维、4维、5维、6维、7维、8维是什么。但是今天要聊的一个更深入的是我们怎么样透由改变我们的意识跳入到不同的维度，那在异世界的维度它又代表什么样子的意思，那改变这些意识跳到不同的维度又可以实际帮助我们日常生活中什么样子具体的东西。反正今天就会把这些所有东西跟大家好好聊聊看这些东西。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就是其实我们一天当中就已经在不同的维度穿梭了。举例来说，就是当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们早上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尿尿。那尿尿的下一件事呢？下一件事吗？就是你开始在动脑思考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我想上厕所。那第二件事情就看工作间有什么事情。好，那你在想工作事情的时候，你的情绪反应是什么？烦，很烦躁。OK， 很好。好，那换桑迪，你早上第一件事情想的是什么？吃什么东西？你要吃什么？就是你想要知道吃什么东西。那吃什么东西它有分很多不同的维度哦。举例来讲，当你在想我要吃什么样的东西，是你的意识形态是出自于我今天想要用什么样的食物开启我的身体跟滋养我自己的话，那这个维度就不一样。可是我们是无脑的，就是觉得我早上就应该要吃饭了，这是我该做的，我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感受，我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觉知觉察，或者是我对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平凡的自然的状态，你的意识形态又会完全穿梭在不一样的维度当中。那我等一下就会讲说什么样不同的维度它到底代表什么样子的意识层次。那想想嘞，我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昨天做了好多梦，我就在想说我昨天到底做的梦。你昨天不是特别早睡吗？对啊。那你昨天早睡之后你就狂做梦？对啊，做一整晚欸，可是就都不一样的梦。你之前会这样做梦吗？会，但是没有昨天这么多，昨天大概四五种场面吧。那你现在都还记得吗？有一些记得，有一些不记得了。大部分都在干嘛？有泡温泉的。然后呢？跟谁泡？也有跟前任的。我这阵子也很多梦就大家对于梦境的话，你们可以回去看到 Podcast 前几集我有在讲梦境这件事情。那多梦之后你起床第一件想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为什么会做这些梦啊？就是你想要觉察这件事情。对。OK， 好，我要再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维度是什么。我们先来理解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在讲的维度，它不是空间，它也不是宇宙，它也不是就是我升天我要升到哪个维度，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我在今天想要讨论的维度是你的意识能够感知的，你能够理解的，你能够操作现实生活中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些你还跟得上吗？有点跟不上。没关系，跟不上没关系，你就在旁边听 OK 我跟大家分享我大学同学来找我然后我大学同学其实平时不会听我讲这些东西，我只是想说他今天工作到一半要不要进来陪我一起录 podcast。 但你现在整个懵掉，我刚刚微微听到你的声音，就会想说就是现在到底在干嘛维度是什么？在这里只有我不知道维度是什么吗？没关系，你听听就听得懂了，你就慢慢听。因为其实很多观众他们也都是同一集听2-3次他们才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或者是听到第10集的时候才发现原来第一集前面在讲什么。对，你就听着 OK。 因为刚好你在，所以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跟大家分享维度是什么好了。维度呢，它有点像是我们身处在这整个空间当中，其实有不同的能量层在运作。我相信不懂身心灵的人一定知道一件事情是鬼是存在的，对吧？可是你们现在看得到鬼吗？看不到。看不到。为什么我们又很确定它存在？感受到。感受到。还有吗？可是有些人不是看得到吗？对，有些人看得到。所以维度它是什么样子的概念？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房间，它其实有不同的空间。有些人他能够感知到不同空间层次的人的鬼，在某一个平行时空里面，在某个维度里面，其实我们这里可能是坐满了很多有的没的鬼，可能有的鬼在这里睡觉，有的鬼在那里神游，然后有的鬼在这里干嘛。可是因为我们现在在地球的这个维度，因为振动频率不一样，所以我们看不见彼此。可是有些人可以调频，我调到它的频率，我调到它的维度，所以我才看得到鬼。所以是这样子的概念的。
所以看得到的人都是特别调的，还是有些人是无意识的调？有些人是无意识调，有些人是看得到的调。然后像是比如说我好了，我平时看不到，可是我可以调频到我看得到，除非我必须得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些人他可能就是出生下来就有这样的能力，可是他还没有掌控能力的时候，他就会变成我其实不想看到，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让自己不看到。所以去调整自己的频率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意识呢其实就是调频的一种，当你能够调整你的意识频率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到不同的维度去运作你的意识形态，去运作你的思考模式。我带入一些数字咯，平时我们的地球叫做三维，对不对？OK， 那为什么地球叫做三维呢？你们回去听我之前的 podcast 我有讲过这件事情。反正地球就是三维度，我们现在这个肉身可以进入的维度空间大概就是3维到5维之间。那4维5维是什么我们大家再来讲。那一些比较看不见的东西它可能就是在更低的频率。好，我们没有这个维度的，但我随便讲一个数字，它可能就是0维度-1维度。这个维度也存在，可是我们就是要调频到0维度跟-1维度我就看得见。可是现在呢，我们为什么想要修行身心灵？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提高我们的频率，我们想要去更能够接触到4维度的东西5维度的东西，所以我们想要知道那我要如何调频到更高，因为调频到更高对自己的生活来讲是有帮助的。 OK， 讲到这里听得懂对不对？ OK 好，那所以为什么我要调频到更高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先来讲讲到底3维4维5维是什么。3维呢其实就是地球最常见的一个游戏规则，也就是说比较偏物质导向的，你会有好坏对错二元，你会控制比较情绪勒索自己，然后或是用外界决定我的价值生存角色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我相信所有人都体验过3维度的状态。3维就是极度物质的状态，那我们的肉身也是物质做的，我们的确必须会有一个频率维持在3维，因为我们现在摸得到看得到的这些东西，肉眼看得见的全部都是物质。那4维度是什么？4维度它就是要跳到另外一个层级，叫做能量了。我们开始探索能量了，我开始相信除了我看见以外的东西还有一股能量在运作。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虽然你现在是个大麻瓜，但是你一定知道我这些看不见，比如说这个植物，这个植物看起来就是个植物对不对？但这个植物它有它所散发出来的能量。好，这个就是4维度的感知模式了。4维度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人在觉醒的状态的时候会开始有这样子的状态，你会开始知道情绪会创造现实，你会开始知道植物会创造能量，你会开始知道说意念会带来结果，所以你会开始理解生命好像没有偶然，它好像都是很多很多的安排我们才会凑合在一起。像昨天我跟星子在房间看一部电影，然后那部电影其实就讲到一个关键，就是姻缘这件事情，就是两个人他之所以会结婚，他们一定有8000世吗？你还记得吗？对，8000世的缘分才有办法在这一世结婚。当你能够明白也许我今天今生会跟你相遇，背后有很多很多的能量运作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相信灵性是什么东西，你就会开始去理解我想要去探讨这些所有物质背后更深层的意义。这个就是所谓觉醒期，你的频率会开启4D 的这个门户通道，到下一个阶段就是5维了，也就是 5D 的样子。大部分的灵性觉醒塔罗疗愈其实都是在4维运作。那5维是什么？5维是我们现在地球还在慢慢进入的一个频率，那这个频率就是无条件的爱跟真实这件事情，共创跟自由。不是说你进入到5维你就进入到一个天堂般的世界，想说哇无条件的爱，哇好多好多好多好真实的世界，好自由好潇洒，并不是的。它只是在帮助你成为一个人类的过程当中，你不再基于恐惧做决定，你会带着爱做决定。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呢就是你会在人际关系相处的时候，你会变得很有边界感，你会变得很有界限，很透明，很真诚，而且呢你容易看得见这个人的本质。比如说我在跟桑迪相处的时候，我能够看见你灵魂最有潜力的样子，而不是基于你现在的行为，你现在说出来的话去决定你是谁。也就是说我能够看见你更深层背后灵魂在运作的模式。这一点同时也包含着我能够接受每一个人他有他的人生旅程，就是也许你还没有来到你最理想化的样子，你灵魂最高版本的样子，可是我都知道你在往前了，而且我也尊重你，你用你的时间去往前。所以你们觉得跟这样子的人相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很舒服的感觉。为什么会很舒服？就是可以做自己啊。那你觉得呢？如果你爸妈都是这个样子，很被尊重吧，不会因为你当下的一些行为或是决定，然后就是定义你是对谁定义你，或是要求你要怎么做才会更好。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你可以想象哦，很多人都在讲我们现在人类就是要来到一个新地球，我们要来到五维的状态，五维的状态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五维没有那么的缥缈，五维也没有那么的虚幻，它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形态都可以这样子往可能相对健康、相对坦诚、相对真诚又很平静的一个状态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少了很多恐惧，少了很多担忧，少了很多害怕，甚至会少了很多勒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想要进入的世界，而且我们也已经快要来到这个地方了。五维的核心，它是想要创造一个没有恐惧本质的生活，也就是灵魂跟身体真正合一的一个时刻。不过呢，也因为这个样子，最近也会开始发现越来越多人接触身心灵，越来越多人想要接受疗愈，越来越多人想要去探索我们宇宙的规则。我相信大家就在聆听这期 podcast 的听众，大家都这阵子经历了很多很不舒服的时期，很多内在在瓦解，很多价值观在崩坏，很多信念在拆解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很不舒服的。可是那些拆解的过程就是要让我们慢慢将我们的频率提升到这个维度。 OK， 好，这些很难的东西那么知识型的东西差不多讲完了。好，我们接下来进入，那所以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意识？那我先跟大家讲哦，就是当然我们还有6、7、8、9、10、11、12更高维度的形态在运作，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要去来到这个地方，因为更高维度的是可能灵魂编码、灵魂蓝图、意识无个体、星际集体、宇宙意识，这类似的这种东西，我相信再讲下去大家会极度的无煞煞。我之后有机会再来讲更高维度他们到底是怎么这样运作的。但我们今天就 focus 在一件事情，就是呢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去让自己提升自己的维度。 OK， 好，那我再具体举个例子，3维、4维、5维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的人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到底每一天都在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做决定，好不好？首先3维呢有点像是，如果他没有回我讯息，我就很焦虑朋友没有约你，你就觉得被排斥了，然后或者是你工作压力很大，你就会很自责或者是逃避。这个就是3维度的意识形态在运作的，因为你会有无形的比较跟竞争，事情发生了我只能被动反应，我是受害者，我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这个就是如果今天你在做一个决定跟一个选择的时候是选择用这样子的模式去反应的话，那你现在的频率就是在很物质3维的频率。那可能就好奇，那我要怎么提升频率呢？将我的频率提高到一个更觉察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开始能够看见我自己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没有回讯息，我也可以知道我的焦虑也不是他造成的，是因为我的依附的伤口又被触发了。我现在很混乱，不是因为别人让我混乱，不是因为工作让我混乱，是因为我在转换。混乱就是来带来转换的。你们现在还可以认同这件事情吗？算是吧，如果没有混乱的话，就是事情就跟原本一样，一成不变。没有混乱的话，我们现在都在混乱当中。对，没错真的要年底嘞，我发现年底大家的状况都是状况重重就是好多东西都会咻咻咻棒棒棒哈哈哈，然后就 biu， 然后就像放烟火一样，一个就接一个，一个又接一个，一个就。那桑迪，你最近有发生什么事吗？最近好像没有发生什么我刚才想说你得很大声是怎么样就是看着周围的人这样你周围的人都发生什么事啊？就好像听到很多人就是在说自己很混乱啊，对对对的。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我昨天的时候我在录12月大礼包的内容，我就连接12月能量场。12月真的是一个你为了要迎接2026年的到来，因为2026年开始是一个开创之年，你为了迎接这个开创之年的到来，你会开始有好多好多你必须得要去看见的东西，必须得要做结尾的东西，尤其是人际关系乃至于谈恋爱。所以我前几天有在现实动态发说，就如大家最近有很多恋爱问题啊，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哟。
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学依附跟爱的课题，所以爱的课题最容易体现在你很爱的人身上，那可能是另外一半，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所以在越爱的人身上，最近你应该会感受到越深的翻角，而且这个翻角是不舒服的翻角，可是这个翻角都不是为了要走向结束，就像是塔罗牌的恶魔牌一样，恶魔牌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想说哈，死亡结束了，我要结束了，不是，有时候结束不是你跟这个人的结束，而是你跟这一个人在某一个维度的相处模式要结束了。什么叫做某一个相处模式？就是你3维度的相处模式要结束了，然后慢慢转向一个4维、5维的相处模式。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你跟你很爱的对象相处模式还是带着恐惧，带着很多的不安，带着很多的焦虑，带着很多的情绪，带着很多的对错对立的话，那恭喜你，你现在应该就是在瓦解这件事情，因为3维度的相处模式真的没有办法再符合我们接下来水瓶世代地球要体验的模式了。那水瓶世代又是什么？我相信新词会极度的有感觉，因为我们两个最近一直都在讲说，就是00后小孩是在00后小孩怎么这么难搞啊？但是我必须得说00后小孩的意识形态就是未来要被支持被允许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很自由，很知道自己要干嘛，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时候同时也不会委屈自己，不委屈自己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开创那我接下来真正想要去创造的生活。所以我们为了支持这样子的状态，你看哦，00后的那种洒脱是很轻盈的，这个轻盈就是未来要的。可是呢，那这些已经习惯不轻盈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爸妈已经习惯不轻盈状态的，他们又要如何呢？你们觉得改变吗？那要怎么改变？好像有点难。对，突然觉得好难。突然你要怎么改变你爸？他们先不反对，我就觉得很好了。给他们一个好宝宝章了。对，就是对，现在是我们要给爸爸妈妈好宝宝章。对，你们看着，先表演给他们看。其实有一个，因为过去他们深受集体意识的影响，所以呢，未来的集体意识也会有一个极度大的瓦解，所以又回到金融体系所衍生的股票、房地产，然后甚至是一些各种金融交易模式，这整个集体意识都会开始瓦解。所以呢，它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我相信你们都有感觉，就是可能像房地产就是来自一个在停滞往下的一个状态嘛，对吧？金融产业也是。你就会发现到说，我们老一辈，我这样会得罪很多人啊。我们的爸妈那个时代的，他们的确是需要透过这样子庞大的集体意识才会瓦解他们的信念。我举个例子哦，像你爸爸不是在做股票吗？当股票这个东西消失了，可能你会觉得说，哈，股票怎么可能会消失？就跟那时候金融海啸一样啊，大家都不觉得那些债券有什么问题，那一些基金有什么问题，可是它一瞬间可能就会因为国际局势，这个东西可能就会瞬间瓦解。我们深信不疑的东西，它也会开始慢慢变得很轻盈，慢慢变得很简单，慢慢变得很松弛。所以呢，未来的世界，那一些你认为一辈子保值的东西可能都会不保值，因为保值的前提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但人们都不再相信一件事情只有一种模样的时候，而是有各种模样的时候，那很多事情它就会能量就会松开了，它就会平均分配了，就跟我们的未来的资产财务一样，我们未来的资产财务也会慢慢变得没有那么集权，会平均分配了，会慢慢变得平均分配。我们等得到吗？有带着这个执念可能就不太合适。所以呢，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不同瓦解的方式，但围绕在同一个主题的都是我们必须得要意识升级，这是确定的。我相信再怎么样没有在接触身心灵的，他们一定都会开始发现，好像我现在的价值观，我现在的思维模式已经没有办法支持这个时代的需要了，所以他们会被迫改变，他们也会被迫调整。那调整的过程当中，他只会往内心深处越看越深。所以现在开始在往内心深处看的人，其实你们真的做得很好，因为你们就是在开始理解自己的反应，开始知道自己的情绪，开始明白好像这个世界是自己可以创造的，这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 OK， 所以来到5维的灵魂运作维度呢，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可以看见事情的全貌。那全貌是什么样子？全貌其实就是你能理解这个人对我的忽冷忽热是他的课题，我也有课题，但我们可以分开来去看见更高维度背后在运作的东西。还有就是现在我的混乱不需要
马上有答案，而是当我心定下来的时候呢，我再来做选择，开始愿意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消化自己内在的情绪，而不是我为了要适应这个世界的节奏，跟着这个世界的反应，然后去逼自己有所行动。也就是说，一切都还是回归到我忠于自己这件事情。当我们越能够忠于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可以在不同的维度穿梭，而且都是有选择权的。我们一整天其实都在跳维度，你醒来的时候，你问自己说今天我要开启一个什么样的一天，那你们觉得你们在几维？我刚刚都讲过3、4、5维在干嘛呢？如果今天早上起床你發现你就想要觉察说今天我的能量是什么样子呢？在几维？4维。没错，好学生好，那你滑 IG 他比我好他好漂亮我不够好掉到几维了3维。没错，那你冥想3分钟，你就闭上眼睛然后拉筋冥想3分钟，其实也没有谁比较多啊，就是我已经很好了。这是几维？5维吗？没错，就是5维的样子。那你被伴侣触发，他没看我先动又回到几维了3维。没错，又回到3维了。可是当你又开始呼吸觉察说我知道是我被触发的是因为我的伤口在跟我对话，这个又跳到几维了？4维吗？没错，所以你看大家都是乖宝宝好学生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的维度是无时无刻都在变化的，跟频率一样吗？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的维度其实就在谈频率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很轻易的去做意识跳跃的。意识跳跃就是你不再用旧的思维框架运作现实，而是你可以切换视角运作现实。也就是说植物只能是绿色的，稻不一定啊，它也可以是白色的，它也许可以是粉红色的。就像是你知道现在不是有很多不同品种的龟背芋吗？就是正常的龟背芋其实就是长这个样子。龟背芋怎么被诞生的？它有它的就是源头，但是呢他们开始学会配种，所以变成有白龟背芋，但白龟背芋是比绿龟背芋还要贵的，贵非常非常非常多，因为他们相信说龟背芋不应该只有这个绿色吧。所以当你能够开始用更广阔更自由的视角去看待很多事情的时候，你的思维会被肌肉训练，变得更宽，变得更有可能性，你的觉知会变深，你的能量会变高，你的 ego 的声音，你自我的声音也不再主导你的生活了。那当你能够来到这个状态的时候，你身体还在地球，可是你的意识层次已经换了一个新的系统，你觉得你的生活会不会变得越来越轻松？会怎样变得很轻松？就比较不在意啊。好，那这个不在意会帮助到我们什么？帮助到什么？所有的吧，你是像感情你也不会那么在意对。那上帝呢？感觉好像比较不会那么纠结嘛，纠结在一个点上面。没错。所以当我们能够整体的频率变得很轻松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轻松会让我们把能量专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你就能够很轻易的做到多维度意识跳跃。这也是很多人其实都想要拥有的状态。当你3维到5维都可以轻易的跳跃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跳跃到7维到12维度的意识形态。因为呢，多维度意识跳跃其实就是围绕在一个核心的宇宙原理，就是你把你的注意力跟能量放在哪里，你的意识就会在哪里。所以呢，你可以轻易的改写你的现实，这是最棒的好处。什么叫做轻易的改写现实？举例来说，我想要离职，而且我希望我离职的时候我所有年终奖金都可以拿到类似这种。当你能够理解到你为什么想要拿年终奖金，这笔钱在你能量层上面想要运作些什么，你可以拿这个能量层创造些什么，你把这个剧情安排得很完整的时候呢，你的意识跳跃到这个维度，你就会打开这个维度的实相，你就真的可以拿到完整的年终奖金，然后再离职。自己写剧本就对了。对，所以又回到同样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开创一个我们想要的剧本，可是那个想要又不是基于 ego。 很多人说显化，其实显化就是围绕在那你平时有好好的做意识跳跃的肌肉记忆吗？你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你的肌肉记忆是已经把你养成很自在的信任宇宙了吗？当你还没有自在的信任宇宙的时候，你其实很难创造一个很荒谬的剧本，然后还可以让你显化到。我举一个例子跟你们分享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搬家的时候，我们不是搬离上一个家嘛，然后呢搬离上一个家，我们也就是跟房东有很大的问题嘛。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愿意还我们押金，那我们押金其实加起来是
是一笔很庞大的数字，因为我们之前住一整栋的别墅，我们押金就是几个人分，咱总共有10万块这样子。然后房东就是明确表示说，我不还给你们，因为你们之前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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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就故事太长，我也不跟大家分享。但简单来讲，我们那时候就有很多个选择。我们那时候的选择就是 A， 那我们不跟房东要还这个押金，可是我们就硬多住2个月到底。B， 我们不跟这个房东要押金，但是我们法院见。C， 我们不跟这个房东要押金了，就算了吧，就让这个钱算了吧。可是我心里想的事情是，我的确我没有想要跟你这个房东纠葛，可是这还是我应拿的钱啊，这是我应拿的钱，我要怎么样不跟这个房东纠葛的前提之下又拿回我的钱？好，你们可以去想想这个剧本怎么走。如果你想要这个结果，这个剧本可以如何重新改写？就想不到了，好难哦！怎么可能有这种剧本？已经没了，对不对？已经死局啊！上法院也不行，然后跟他硬凹也不行。可是多住2个月，他可能又会有事没事又来，要一直看到他，对，又会打扰什么的，是不是觉得好像这个局就是我输了，解了，对不对？No。我跟你们分享我创造了什么剧本。那时候我就跟我高龄讨论，他就很认真的问我说，你想要跟房东的这个缘分如何结束？他先问我第一个这个问题。他第一个问我的事情是，你觉得房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时候我就想说其实房东他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人，然后他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也是因为过去他有很多创伤，所以他有很多很 ego 的行为，或者是很无理取闹的行为对我们身上。然后那时候高龄就又再问我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你觉得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我想说对啊，为什么要发生在我身上？当然有很多原因，这个原因我大概探讨了1年吧，我从入住第一天到我搬离的最后一天我都在探讨这件事情。有答案了吗？当然就是我们之间有一些缘分，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上辈子有一些业力要还彼此的东西该还该走这样子。所以他就问我啊，那你觉得你已经做到你能做的最好了吗？我就说我的确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了。然后他就问我第3个问题是，那基于你跟你房东的关系，你应该不会想再跟他纠葛了，对吧？他说对。好，所以第一个选项划掉，不要跟房东拿这个押金了，就搬走吧。那我心里想说，可是10万块10万块呢10万块呢。然后呢，那时候高龄就跟我讲说，你相不相信10万块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回到你们身边？我就想说什么意思？他就说这笔钱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到你身边，也就是说我看似想要从我房东身上拿回本来属于我的东西，但其实我不是要这个，我只是想要拿到我该拿的钱而已，对吧？可是钱的创造的地方很多地方啊，钱有很多地方可以获得，就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当然其他人我稍微观察了一下，我觉得他们也有获得他们要的丰盛。那我就讲我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说，好，我不要这笔钱了，我也不要跟房东纠葛了，我时间一到我就搬，然后我也不要再跟你有任何的有的没的，你不还我押金就这样吧。那我们就能量就是到此为止，因为我的确不想要再跟你能量纠葛。如果我硬要从你身上要回这笔钱的话，那笔钱的能量对我来说也是不好的。可是高龄就跟我讲说，是你的就是你的，所以这笔钱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回到你身边。然后呢，当我就是下定做了这个决心之后呢，我身边就莫名有一笔不小数目的意外之财，而且那个意外之财是我想都没想到为什么会从哪来的那一种路边捡的嘛意外之财。我最意外的方式是有一笔钱，总共的这笔数目是从不一样的方式来的啦。然后其中一笔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其中一笔是我之前有做直销嘛，然后我后来离开了直销之后，我的账户是没有退掉的，我就依然因为我还是有在买东西，然后我大概我已经离开1年多了，然后我的直销每个月还是会有固定的被动式收入，可是呢我这个月被动式收入是之前的3倍，我想莫名其妙，我也没做事啊就是那个就是3倍我想说3倍是哪来的？然后因为我已经也跟他们都没有再联络了，然后我也不知道整个运作方式，然后后台我其实也看不太懂，可是莫名其妙就是比之前多3倍。那我就想说谢谢宇宙谢谢宇宙眷顾我突然就马上连接回来了。然后我就问高龄说，是这个吗？他就说是啊，而且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笔从不同的地方来的。那我就感受，好像真的我就突然很能明白一件事情是，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困境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来到无为的角度说，我相信能量层的运作它有它的模式，它有它的游戏规则。可是事实上你敢不敢想剧本，你敢不敢相信
高龄就是会把适应的东西安排在你身边，那你真的就是那一个创造现实的人，因为你的意识维度已经跳跃到我不跟你纠缠对错了。什么叫做对错？这笔钱就是我的，你应该要给我。押金就是我的，你应该还给房客。这个叫做抗争到底。对，这个叫做3维度的能量层运作。可是你不抗争了，你开始觉察，你来到4维度。对啊，为什么我跟房东要有这样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之间要有这样子的东西？你明白了，你觉知了，下一个就是你信任，你带着爱，你不纠结，你不恐惧。可是这个跟嘴巴讲应该也没有用吧？就是你嘴巴讲说算了算了，我就不要管他，然后每天晚上都还是在想说我的10万块，我的10万块的确是，所以我才会说这个东西是肌肉记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有意识的多维度跳跃，就是从你每一天都开始记录你的情绪开始。当我们能够在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记录，对啊，我今天早上的情绪是什么，然后甚至到睡前你可以开始记录到说我今天在大部分是在哪一个状态里面维持自己的频率呢？然后当你能够回顾的时候，你其实就会有意识的发现，原来我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本能的想要找东西吃，是因为我的身体在跟我说该滋养我了。那你就会知道说原来吃早餐是一件好滋养自己的事情，所以它就会瞬间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瞬间从3维到5维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有在接触身心，有在接触疗愈，你就会开始能够理解灵魂本质、集体意识、无分离的这一些更庞大的游戏规则在运作的时候，那你可想而知，你看事情的角度就会用完全不一样的维度切入。那你的肌肉记忆产生了，一个困境来到你面前，你其实心里都会相对很平静，而不是用脑袋想说哎呀算了算了，然后其实内心根本就没有算了算了。所以我能够有真正就是信任宇宙说好吧，那我下定决心我也不要跟他纠缠了，那这笔钱会用不一样的方式回到我身边，也是因为我过往真的跟宇宙跟自己的意识合作的很好。那什么叫做合作的很好？我举例来讲，你有一个很强烈的指引是要你离职，然后你真的下定决心离职的时候，这就是你信任宇宙的开始。那你有1次的信任，2次的信任，3次4次5次，你就会发现说每一次这个直觉都是对的，那我就会更相信这个直觉的声音，你就对这个直觉不会有所怀疑。可是因为现在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我知道这个直觉很强烈，可是我还是不敢做决定，因为我不知道我做的决定会有什么样子的后果。所以你在等了3年，等了5年，等了10年。可是如果你当下就试试看呢？你等1个月，好做决定，我听听看这个声音到底会带给我什么样的结果，你就发现结果不错呢。那你是不是就更相信下一次的这个感觉，对吧？那如果结果没有不错你看什么事情会引导结果没有不错？又有其他状况发生之类的，你的频率又调回3维的时候，事情就不会不错。也就是说，好，我离职的感觉好强烈，好离职，然后开始摆烂。因为你还是很恐惧啊，因为你还是很恐惧，你是没有能力去创造的，所以你真的聆听了这个声音，可是你还是很恐惧，所以你开始在家里无所事事，滑手机，然后我也没有动力，我也不知道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就算哪怕要你离职是个对的决定，你会把这个剧本玩坏。所以主要还是看之后的行动跟新的意识怎么走。没错，但是如果你离职了，你是真的不带恐惧，你真心的相信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同时也真心的问自己说，宇宙要我离职一定是因为要我做另外一件事情。然后你真的透有行动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很开心，你会很享受，你会很兴奋。那你在享受开心兴奋的时候，你不可能当一滩烂泥然后躺在床上什么事都不做吧。你的身心灵会开始对齐，所以你会不自觉早上起床就觉得好，我今天要来查出国的东西。是我对，好，我今天要来看看我接下来的机票行程，你就开始动，你的身心灵会开始有所行动力的，然后去驱使你往前。所以那一个感觉，它的确要配合高频的情绪，它才会有高频的结果。可是那个感觉配合大量的自责、不安，然后你明明很相信自己的声音，可是你又聆听别人灌输你的东西，然后你又陷入到一个很3维的状态的话，那结果就会不好。所以呢，怎样？你想说什么？
所以呢，没有啊，我今天原本就想说，可以睡到饱，就好想起床查那个出国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的身体会自己告诉你说你该怎么做，因为你的身体一定会去 follow 那个会带给你极致，会带给你兴奋感的东西，而兴奋感的东西会让你体内身心灵的同时运作，就像你刚刚讲的，想睡晚点都不想睡晚点了。对，明明想说摆烂一下，你都觉得不行，好像查个东西，我现在就是想要得到答案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看的方式会决定你的维度，你的维度会决定你的结果。这个就是所谓当你可以跟自己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合作的很好的时候，你会创造的东西。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是个知识，今天是个那个知识集。那要怎么就是在平时的时候训练自己的肌肉？好，多维度意识跳跃有一种3种的引擎可以驱动你。第一个引擎呢是，如果你能够容纳更多的情绪，当你能够允许你的情绪流动、释放、转化的时候，你就会从很压抑的状态跳到看见本质的状态。所以第一个一定是处理自己的情绪。也就是说，你每天都可以知道你今天有哪些情绪出现了。其实这件事情不容易，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做到。就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有个个案，他一个陪伴他7年的狗狗离开了，那我就说，那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然后他说不出来，然后因为他脑中有太多的我应该要处理完你的后事，我应该要把你的东西整理好，我应该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我不应该要哭，我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些应该已经把他情绪给吞噬掉了。所以这个我应该我必须的这一个很无意识的状态，就是吞噬我们觉察情绪很重要的杀手。而很多人其实都会在这个状态里面把很多的我应该放在自己身上，把很多的角色责任放在自己身上，所以你就会觉得我今天好不舒服可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你就会觉得应该大于我的不舒服。我今天好痛苦可是你就领人家薪水你有什么好痛苦的？这2件事我痛苦是痛苦，我领人家薪水是领人家薪水，这是2件事。也有别人领人家薪水然后很开心可是我的确领人家薪水我痛苦所以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的框架会让我们一直把自己跳到很低频率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要也跟在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讲说，每当你想要用你应该这件事勒索自己，甚至是不小心勒索到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无意识的在传递压抑的能量给彼此。你不允许有情绪，你不允许有流动，你不允许有释放。所以这个我应该是最大的多维度跳跃的杀手，但是也是很重要驱动我们的引擎。所以情绪呢，你能够容纳越多的情绪，能够理解更多的情绪，能够陪伴更多的情绪，你的维度就会越高。这就是第一个肌肉记忆，肌肉训练的方式。那第二个肌肉训练的方式就是身体有意识的呼吸，有意识的做能量疗愈，有意识的静心，或是做灵魂手术，有意识的用声音帮自己调频。因为我们的肉身就是3维做的，可是我们的3维的这个肉身，它其实你也可以用物理性的方式去调整它的空间的容纳度。所以呢，你有意识的去训练你的身体，去呼吸，去透由颂钵，去让它的振动频率一直在刺激它的细胞形态，你的身体可以承受的频率就会更宽，那你的意识才有空间往上升。又回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运动、吃饭、睡觉、呼吸、静心，就是再日常不过的事情，我们要去做这些。第3件事情呢，就是你一定要了解更多的宇宙真相。当我们能够越了解这个世界宇宙的运行法则跟游戏规则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不是对错这是课题。他在投射他自己，我也在投射我自己。原来我才是创造者。这一秒那种啊哈的那个状态，你就跳上去了，你的意识形态就往上跳。所以就是这3种模式去训练自己的肌肉记忆，你就会慢慢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在维度之间游走的人。那要怎么样去确认自己真的在维度之间游走？第一件事情，你的时间会变慢。为什么是时间变慢？因为你能体验的东西越多。不是变快有点像是这样，时间变慢的感觉就很像是你的体感已经有了1个月，但你实际真正的时间其实才过1个礼拜，所以你能体验的东西比别人更多了。能懂这个意思？
完全不懂。不懂。能懂这个意思吗？那如果相反嘞，工作让时间觉得变快的话，这样代表你的确在一个很不享受的一个状态下，所以时间变快是不享受的。它也没那么绝对，但比较像是说你今天发现有点像是时间变很快，好，1个礼拜过了，我怎么只做一件事的时候，其实就是很无意识的在生活，因为你记不起来你做了什么事，所以你会觉得我明明过了1个礼拜，可是我只记得一件事情，懂我的意思？可是有些人是过了1个礼拜，可是他的体感是1个月，因为他做了好多事，这个就是有意识跟无意识的差别。他们两者可能都做了很多事，可是真正进得到你的意识流的只有一个。就代表说什么？就是你记得的，对，就只记得一件事，你1个礼拜就只记一件事情。对，可是那个记得不是跟记忆力是没有关系的，是你的身体会抓取哪些资讯量下来，身体只会抓取对你有用的资讯量。所以如果你一直在做一些你身体根本不需要做的事情的话，它就抓取不了啊。所以你就会觉得1个礼拜过后我怎么好像什么事都没做的那种感觉。你能理解我的意思？我工作越做越笨的感觉，我做很多事，然后可我都不记得，做完就忘，做完就忘。对，怎么会这样？因为你的这个空间，它只会抓取对你有益的东西啊。所以当你觉得我时间突然变慢，空间变更大，感知变敏锐的时候，就代表说你开始有意识的再去做很多选择，跟跳跃到不同的频率跟意识形态，然后去体验不同维度的自己。这才是我们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只要体验一种频率而已，而是在不同的频率里面穿梭。怎么了？刚刚怎么样？没有，因为前几集不是还在讲说那个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时间就会变快，然后当你不享受的时候，时间就会变慢。这里的时间变快是我想到了，这里真的是会有一个很大的错乱，是不是？当你享受你在做的事情，然后时间会变快，对不对？那个变快是因为你很专注在你的当下，所以你感受不到时间的存在。可是当你在做很痛苦的时候，你是会一直看时间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那个快慢指的其实是你感受时间的感觉。那这里的时间，这里的是实际。哇，怎么举例啊？这个好难哦。观众懂吧？有点复杂，观众懂吗？好，我想一下哦。好，有点像是这样，时间一样在走，你一样一天，你就是1个小时。对。可是这1个小时当中，你的身体吸收了你觉得我需要花24小时才可以吸收的资讯量，这1个小时吸收了你原来以为24小时才能吸收的东西，等于是说我可用的时间变多了。对不对？对吧？好。可是当你很享受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在这1个小时的体感可能只有1分钟，你可以使用的时间变多，空间变大，但是你实际身体的感受只有一点点。我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这跟时间的快慢没关系，有点像是这个时间的空间感，你能够使用的空间有多大。当时间变成一种空间的时候，你能够理解。如果时间变空间，我可以用什么举例啊？好，比如说这个水，这个水壶的容量，如果你可以把这里每1分、每1滴、每1公升的水都喝进去，但是你有意识的喝，你一口一口慢慢喝，然后1口、2口、3口、4口，你就会有意识的知道有东西进来了，有东西进来了，有东西进来了，对吧？可是呢，如果你无意识的一直喝，你就这样一次喝超多这样。你就会觉得你不会有感觉有东西进来，你就会觉得喝完了，是不是时间变快了？可是你有意识的在对，可是你有意识的在喝这瓶，而且你享受喝这个水瓶的时候，你哪怕是慢慢喝，你都感受不到时间的存在，所以你又觉得时间又变快了，懂那个意思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时间其实我觉得大家会搞混，所以我们用一个量词叫做快跟慢。量词，这不是量词，我们用一个形容词去形容快跟慢，但其实时间它并不是用快慢来去定义的，而是用一个空间感去定义。所以当我们把那个形容词换掉，我相信大家会比较不会被误解。对。但我想表达的其实就是整个时间上的运作，它其实是很复杂的，真的很复杂齁。但我相信我举了刚刚那个例子，观众可以明白我在说什么。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当你能够真正的在
日常生活中渐渐的去不再用3维的运作，而是用4维跟5维的运作的时候啊，你的身体反应跟你在运作这个世界的方式跟模式会完全不一样。但最简单的地球肉身能够稳定生活的最高维度，其实就是不带恐惧，不带自我欺骗，心轮很开，很自由，很真诚，看见能量本质，不再依附，不再控制，然后由你的灵魂去带你走上的路，我们才有机会跟我们的灵魂层次6维以上的自己有更好的合作。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5维，就已经是因为好棒棒了，大家都是好棒棒的地球人了。 OK，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有意识的练习呢？第一件事情，每日做意识记录，比如说我今天是怎么做选择的，我是从恐惧做选择还是用爱做选择。好，这是大家可以第一个可以去尝试看看的。第二个呢，就是去想象不同选择下出现不同版本的你，就像是我们昨天看那部电影，我们其实那部电影就也是在讲说，如果我们没有错过彼此，现在的我们会是如何？如果我没有选择现在的人生，我跟你又是如何？就是其实你每一个选择它都会创造不同的平行时空，那我们不如就来创造看看啊。对啊，那我们就来写写看那个剧本。如果我小时候没有错过你，长大之后我们会不会就结婚？那结婚之后我们去干嘛？我们一起开餐厅吗？那我们一起开餐厅会是开什么样的餐厅呢？把这个剧本写下来，你会发现很好玩。会发生吗？会不会发生也不是目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每一个选择它背后都有庞大的能量层在运作。那当你明白这个运作的逻辑的时候，你也不会有遗憾，你也会觉得说的确我现在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你给他一个很好的结局，对，你给他一个很好的结局，你就不会纠结。你不纠结的时候，你就更容易从3维度是非对错的那一个恐惧感拉出来。所以你不如你好奇，那你就去创造看看。那如果想的都是那种不好的嘞，那就想啊，就想想看，也没关系吗？没有关系啊。那不会越想越恐惧？所以不要带着恐惧去想这件事情。我会说，你想到不好，那个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可是如果你想的觉得好恐怖，那就请你停止。所以要拿捏那一个状态很重要，就是要拿捏那个状态很重要。那第3个呢，就是常做能量调频，用呼吸、冥想跟大自然接触，这其实都是很棒的能量调频。因为接触大自然它的维度的频宽是很宽的，可是人类频宽其实有限，就是人类能够掌控频宽其实真的不多。那除非真的是修炼很深的人，他的确有办法将他的频率调整到很宽，但其实大自然的频宽是最宽的。所以多接触大自然，你就能够把自己调到你想要的那个维度跟频率。没错。所以呢，如果最近你有感觉自己同时存在于不同的版本，或者是你觉得你可以穿梭，那你会想要遇到哪一个版本的自己？那你觉得此刻你的意识选择想要带你去哪个维度？大家都可以去感受跟思考看看。没错，你以为你每天都在过生活，但事实上你每一天都是穿梭在不同的维度里面。你只要进入到恐惧，你就会来到3维；你进入到觉察，你就会到4维；你进入到爱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站进5维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维度它不是你努力才可以到的地方，它是你本来就可以同时存在的意识选择。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的载体跟载量是很宽的，只是你决定要用哪个版本去面对你的世界。那当你决定的那一刻，你就打开那一个版本的平行时空了，那你就是那个开创跟写剧本的人。大家永远都要记住这件事情。 OK， 那我们今天一样来抽卡牌，然后来给这一集聆听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我们今天来抽我从英国带回来的新的猫猫塔罗牌，超可爱，我有在 IG 直播里开箱。那我来随便抽一张。这是什么啊？大家给大家看牌面就知道了。好，我来解牌一下。这张牌是审判牌，但它的审判牌好可爱。它的审判牌上面真的有他们所有的猫咪都是仰望着天空的。他们虽然双手双脚都被绑着，但他们仰望着天空，而且天空又飘来非常非常多的音符，然后他们都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猫猫们。这张卡牌呢，它看似是一个很金黄色荒芜的大地，但地面上呢又散落着很多的十字架，它其实就是代表着旧时代的残骸。所以这个旧时代的残骸正在瓦解当中。然后像是一座又一座就是旧的我的自己，然后要开始被召唤，因为这些猫咪它就是沉睡在这一个地下的生命，所以呢这些黑影开始往上爬，这些黑色的小猫咪开始往上走，很像是就是要召唤人们说，我们要开始带着自己的觉知跟意识翻转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了，所以是时候要醒来了。所以呢
聆听这一集 Podcast 听众，也许现在你就是卡在这两个世界，我好像有好多的社会框架要我去追寻，可是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形态正在被苏醒当中。你在一个意识的交叉口，很迷茫，可是又很期待，跟现在的红星子差不多然后也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样，所以这张审判牌也是要跟你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被召唤来到一个更高维度的自己。你会聆听这集 Podcast， 你会接触身心灵，就代表说你现在的频率跟以前已经很不一样了。你会听到这一集都不是偶然的话，那更高的频率的自己又是长什么样子呢？你又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性呢？我相信一定不是一个要你完美的样子，也不是一个要你有一个极度高振动频率的样子，也不是要你变得像谁，而是放下那一些不再属于你的旧伤口、旧依附、旧模式、旧反应，好好的完成它，结束它，然后呢，你就可以有点像是浴火重生的概念嘛，你就可以来到新的意识升阶，然后好好的毕业结束，回到整合的状态。所以呢，这一集的结尾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你不是在混乱，你是在一个更高维度的道路上。那离开旧有的维度之后，就有一个新的视野会迎接你咯，就像这些音符一样，在上面闪亮亮的，然后很开心很喜悦的，然后照亮迎接着你们。没错，所以你不是在重新变成谁或是某个人，而是你在重新变回你自己。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我们下期 Podcast 见咯，大家拜拜拜拜。那这个不在意会帮助到我们什么？帮助到什么？所有的吧，你是像感情，你也不会那么在意啊。对，那红星子嘞？我刚没有听到。我知道啊，我在回我爸我爸要买高蛋白他回他爸讯息，好好笑